近日，高通在骁龙技术峰会上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骁龙 8CX 计算平台。这是自2018年推出第一代 8CX 计算平台后，高通更新的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作为高通旗下专注于 PC 市场的产品线，在过去的3年里，高通已经陆续发布过2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是市场中少有的进入实际商用阶段的 ARM 架构 PC 芯片。从数千兆比特的 LTE 到 5G 网络支持，骁龙 8CX 一直走在移动领域的前列，让用户能够不依赖有线网络设施和无线路由器就可以随时连接到互联网，而且凭借 ARM 架构的优秀功耗控制能力和先进工艺制成，使用骁龙 8CX 的设备能够在保证轻薄的同时提供超长续航体验。可以说，高通的骁龙 8CX 计算平台为我们展示了 ARM 处理器在未来的 PC 市场中将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个分支。而在经过1年的等待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第3代的骁龙 8CX 计算平台。作为该系列的最新一代，其相较于第2代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显著升级。它将会给 PC 市场带来一次怎样的变革呢？续航与性能不可兼得，高通用了新答案。移动 PC 产品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36年的时间，从手提箱大小到可以被塞入文件袋，移动 PC 市场的发展直观地展示了人类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和成就。但是，从移动 PC 诞生以来，性能与续航的平衡就一直是所有厂商和用户的痛点。即使在 AMD 等厂商推出采用全新架构、先进工艺的处理器后，大多数移动 PC 的真实续航也无法超过10小时。而且，超过10小时的续航往往需要靠牺牲性能和体验来实现。类似 XPS 这样的高端轻薄本也只有在低亮度且仅运行轻量级应用的时候，才能够提供超过10小时的续航时间。至于那些号称可以提供更长时间续航的移动 PC 产品，基本上都采用更低性能的超低功耗处理器，其性能仅能支持简单的网页浏览和办公。主流的移动 PC 产品续航更是只有5到8小时。在目前的技术限制下，传统的 X86 架构处理器很难在维持一定的性能释放的同时为用户提供超长的续航，除非用户愿意牺牲产品的厚度、重量和体积，而这又与移动 PC 设备的便携需求相冲突。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已然是习惯了移动 PC 续航只有数小时的体验。在多数情况下，这个续航时间也足够满足临时的使用需求。但是，从2020年开始，全球的移动办公市场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改变。新冠疫情的出现让许多公司都进入到远程办公、移动办公阶段。虽然 PC 业界认为混合办公必然是未来的办公趋势，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一天会如此迅猛地来到我们面前。所以，人们突然意识到了目前的移动 PC 设备无法支持长时间的移动办公需求。一旦脱离了供电设施，移动 PC 设备甚至连1天的常规使用都无法保证，更遑论用户想要在较高强度下支撑1到2天使用的要求了。对于目前使用 X86 架构处理器的移动 PC 设备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用户愿意接受更厚更重的移动 PC 设备来换取更高的续航，也将会面临除了便携以外的其他问题，比如民航允许随身携带的最高电池容量仅为 100Wh、160Wh、160Wh 的设备则需要报备并经过同意后才能携带，而 160Wh 以上则需要办理危险物品托运。对于商务人士来说，如果因为电池容量问题而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上机手续和限制，显然也是一大困扰。于是，厂商们只能从其他方面下手，比如限制处理器功耗、降低屏幕耗电、配置更高效的功耗管理机制等，但是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功耗与性能之间的平衡问题。显然，
传统的 x86 架构处理器在这方面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在没有根本性的架构改变或是工艺升级前，都无法满足超长续航时间的要求。所以，目前厂商只能寄希望于其他的架构，比如应用在低功耗领域的 ARM 架构。高通最早就将用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骁龙移动平台经过超频后放到移动 PC 设备上使用，让移动 PC 设备最高可拥有长达数天的续航时间。在此基础上，高通之后又推出了专为移动 PC 设备设计的计算平台，也就是骁龙 8CX， 并且与微软等公司展开深度合作，推动 ARM 架构在 Windows 生态中的发展。随着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的推出，我们能够看到高通的 PC 计算平台已经正式步入正轨。相较于前代产品，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采用的 Cryo CPU 专为顶级移动计算设备设计，拥有更大的内核和大幅度提升的单线程及多线程性能，配合5纳米先进制程带来了惊人的能效比。在测试中，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对比前代在单线程性能上提升 40%， 多线程性能提升 85%， 而且配合系统能够进入到高通特有的低功耗模式下，为用户提供超长的续航时间。作为对比，我们以英特尔的第11代酷睿 i5 移动处理器为例，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可以在更低频率下提供与第11代 i5 相近的性能表现，同时整体功耗仅为第11代酷睿 i5 移动处理器的一半甚至更低。骁龙9瓦 vs 英特尔22瓦。当然，这还不是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的上限。在最高功耗状态下，多线程性能较低11代酷睿 i5 处理器提升 25%。并且功耗还低 25%， 相较于前代平台，每1瓦特的性能提升了 60%。对于用户来说，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在性能上已经能够满足日常乃至于中等强度的办公需求，即使是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办公应用也可以轻松的流畅运行。而且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提供长达1天的办公续航，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保持生产力，而不用待在有电源插座的地方。另一方面，得益于超低的功耗，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能够让移动 PC 设备在没有主动散热结构的情况下长时间稳定运行。对于喜欢安静的用户来说，你的设备在运行的时候将不会发出任何多余的声音，而且在不考虑主动散热的情况下，移动 PC 设备也可以做得更加轻薄，或者将节省的空间用来放置更大容量的电池，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有效提升续航时间。从手机到 PC， 如何打造一个完整的移动生态？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台长续航的移动 PC 设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移动生态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 PC 生态，成为互联网生态的主流。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转移到线上，大家发现手机等小型移动终端的性能和功能已经不足以满足移动办公的需求。即使是最简单普通的文字工作，在手机的小屏幕上处理时效率也相当低下。而且相较于 Windows 系统上完善的办公生态支持，至今为止 Android 生态都没能提供相近体验的软件。从生产力角度来说， Android 系统显然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在手机之外，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设备来补足移动生态的生产力工具需要。而且如今的用户已经不仅仅满足需求，而是希望拥有更好的体验。比如 PC 与手机的互联互通，让用户可以在处理工作的时候无需再去查看别的移动设备。近年来，可以看到许多移动手机厂商都在推动各自生态下的 PC、手机互联系统，但是受制于芯片、系统等问题，仍然无法做到完善的互联体验。一个真正完善的移动生态将允许用户在任意设备上同步查看自己刚刚完成的工作或是刚刚接收到的信息，
并且能够进行跨平台的操作，让用户能够省去切换设备或寻找设备的时间。同时，基于移动网络所带来的网络协作也将让用户打破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任意地方随时进入协同空间，与同事一起讨论和完成工作。以上要求需要庞大的在线设备和满足要求的长续航高性能设备，所以目前的移动生态还仅限于娱乐等需求。想要让其彻底完善，还需要补足在移动办公等领域的需求。对此，高通推出了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和第三代骁龙 7C 加计算平台，一次性覆盖低中高端市场的用户需求。其中，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针对中高端设备，能够提供强大的性能；第三代骁龙 7C 加计算平台则针对中低端市场，满足用户的基础办公需求，让移动办公能够普及到大多数用户。为了满足用户对游戏、影像、办公、通讯等功能的要求，高通在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上应用了多项新的技术。比如高通 Spectra ISP 能够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摄像与音频性能，解决远程视频会议需求。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将最高支持4个摄像头，能够提供 4K HDR 拍摄支持，同时可以利用前置与后置摄像头来搭建更具沉浸感的混合环境，打造一个更完善的网上会议厅。此外，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还针对降噪、AI 等功能需求做出了升级。移动设备在使用时不可避免地会处在一些嘈杂的环境中，在领先的 AI 加速回声消除与噪音抑制算法帮助下，用户可以在线上交谈时有效消除背景噪音，带来更清晰的音频通讯体验。同时，高通还与多家游戏工作室合作，让他们旗下的游戏能够对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做出针对性优化。狂野飙车9、竞速传奇、Among Us、现代战争5、地牢猎手5、旋转轮胎、泥泞奔驰、Redoubt 和星战前夜、晨曦等游戏如今在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已经能够提供不错的游戏体验，后续也将会有更多的游戏工作室加入。而且，基于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的高速 5G 网络还将为用户提供云游戏等方面的支持，让用户能够随时享受到游戏的快感，在保持生产力的同时满足娱乐需求，更好地平衡生活娱乐与工作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移动 PC 领域，高通在手机端的骁龙移动平台也同样在 AI、影像、通讯等领域发力，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移动手机阵营。在前文中我提到过受制于系统、芯片等原因，移动终端的互联互通处于割裂状态中。高通作为移动 PC 端与手机端的共同参与者，凭借骁龙移动平台将会有望打破品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在高通的计划中，他们已经与微软、谷歌两大智能系统生态的开发商展开深度的合作，打造一个横跨 Windows 与 Android 系统的移动互联生态。移动办公的未来，随着移动生态的发展，移动办公将成为未来的主流。人们可以在任意地方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要集中到办公场所。虽然听起来颇为科幻，但是当 5G 网络和 5G 终端完成普及，这些将成为现实。第三代骁龙 8CX 计算平台就支持 5G 网络，即使没有手机也可以随时随地接入 5G 网络。在我看来，限制移动 PC 终端移动使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线网络的支持仍受限于路由器等设备的支持。虽然城市中有大量的无线 Wi-Fi 乃至于运营商提供的公用无线 Wi-Fi， 但是其中的安全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接入一个无线 Wi-Fi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系统安全风险。而在移动生态大步快走的当下，我们的隐私、重要资料乃至支付信息都保存在终端里，所以即使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用户也需要一个更可靠的连接方式。
5G 网络的到来无疑让我们有了新的选择，而高通在多领域推动 5G 终端的普及，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接入到 5G 生态中，在享受高速网络的同时，不用担心网络安全问题。可以预见的，混合办公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所以在高通与微软的合作中，我们也看到了第3代骁龙8 CX 计算平台在移动 PC 平台另一个层面的应用。高通通过在第3代骁龙8 CX 计算平台中引入多个安全保障机制和协同管理机制，让系统与硬件能够在使用中防范多种攻击行为，并且让 IT 管理人员能够更轻松地让所有设备时刻保持在最新状态。基于 5G 网络的全面覆盖，用户可以随时接到来自 IT 管理人员的升级补丁和安全建议。对于中大型企业来说，第3代骁龙8 CX 计算平台将为他们提供更高效、出色的安全与系统优化支持。在微软与高通的合作项目中，参与调研的公司在生产力和最终用户满意度方面的得分是传统 X86 移动 PC 设备的3倍，而且骁龙笔记本电脑所提供的出色混合办公体验有助于企业留住高端及顶尖人才，让他们能够在更舒适的环境下工作。在 BDS Connected Solutions 公司的测试中，他们在采用了搭载骁龙计算平台的 Windows 移动 PC 设备后，得到了来自高通小企业加速器计划的大量帮助，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混合办公机制，让员工可以与企业统一步伐，并且快速响应工作。对于企业，对于员工来说，移动办公的未来都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在面对通勤、居住环境、办公场所等问题时，也拥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法。作为全球首个支持 Windows 系统的5纳米 ARM 平台，高通的第3代骁龙8 CX 计算平台显然将为移动 PC 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将会彻底改变目前 X86 架构处理器一家独大的情况，让用户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针对 Windows 系统对 ARM 架构支持的问题，高通已经与微软展开深度合作。在 Windows 11上，微软已经让系统支持 X64 仿真，并引入 ARM64EC， 进一步简化应用优化流程，让基于传统 X86 架构下开发的 X64 应用能够更流畅高效地运行在 ARM 平台中。同时，高通也在与软件开发商合作，探讨移动生态的各种新应用。在 VR、AR 甚至 XR 领域，高通的计算平台未来都将为用户带来更惊艳的表现。随着数字化转型和 5G 网络的普及，我们在未来将能够享受到更加全面和多样化的移动体验。作为一位移动生态的死忠，我对于这样的未来是十分期待的。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工作，而且不需要担心生产力受限的移动生态，让我们可以在任意地方完成我的工作。我可以在书房，可以在健身房，也可以在户外。我不需要担心因为网络问题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作，我也不需要在工作暂时完成时还待在室内打发时间。在我看来，一个完善的移动生态将会成为进一步解放人类生产力与效率的关键。